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山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大家好，我是败家女于玄机的一生，就像一部充满冲突与悲剧色彩的唐朝传奇。她从精彩绝艳的诗童，到备受宠爱的小妾，再到纵情声色的道姑，最终以杀人罪名被处斩。短短20余年的人生，写尽了才情与命运的纠葛。她是才女，也是弃妇，是道姑，也是情种。她的故事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她深刻地记录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性在时代与命运夹缝中挣扎、燃烧，直至毁灭的全过程。于玄机，本名于右威，字慧兰，生于唐武宗毁佛运动时期的长安。他天资聪颖，父亲虽然功名未成，但对他精心培养，5岁就能背诗数百，7岁便能赋文作诗。11、2岁时，在长安文人圈中早已声名鹊起。他的才华吸引了当时的大诗人温庭筠的注意。温庭筠慕名到访，以江边柳为题考他。于右威随即写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铺秋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于窟，枝低系客舟。潇潇风雨夜，惊梦复添愁的佳句。此诗前4句描绘了一幅落花水面、楼影烟柳的迷蒙江景，后4句由景入情，写风雨客舟梦中惊醒的愁绪与孤独。全诗情景交融，意境优美，令温庭筠大为赞赏，从此收为弟子。这段师徒关系亦成为后世文人反复玩味的一段传奇。有不少说法认为，情窦初开的于右威曾对这位老师暗生情愫，但温庭筠始终将情感控制在师生之谊的范围内。大约在15岁时，经温庭筠撮合，于右威嫁给了年轻有为的状元李益为妾。两人起初恩爱非常，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然而这段婚姻却不见容于李益的正室夫人裴氏。出身名门的裴氏善妒且强势，对身为妾室的于右威百般欺凌。剧内的李益无计可施，最终将于右威送入长安城著名的咸宜观出家为道士，并许诺日后定会来接他。这一年他才17岁左右。入咸宜观后，于右威更名为于玄机。起初他还怀着希望等待李益，却在3年后等来他带着妻子远赴扬州做官，彻底抛弃自己的消息。绝望之下，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赠邻女：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山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据说这首诗是他劝邻家女孩摆脱命运枷锁的话，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境与觉悟。女子若有绝佳的才貌，就应该去追求真正值得的对象。无价之宝其实容易获得，然而真心相待的伴侣却是可遇不可求啊。面对负心或若即若离的男人，不必过度伤心执着，依我们的才情与美貌，
既然足以吸引像宋玉这样惊才绝艳的美男子，那又何必去怨恨留恋王昌这样的无情无义的负心汉呢？鱼玄机自此性情大变，他在咸宜观门外贴出鱼玄机诗文后教的告示，公开招揽才子名士，成为入幕之宾。咸宜观因此成为长安城内众多文人雅士饮酒惆怅、风流往来的聚会之所。鱼玄机成了放纵招摇的艳丽女道士而声名大噪。然而，这只是鱼玄机对命运和爱情所做的一种反叛与放逐罢了。不幸的是，这种纵情荒淫的生活，最终还是将他推向了毁灭。先后与多人交往的他，后来与一位风度翩翩、相貌俊秀的乐师陈伟两情缱绻，他却因为一次外出，陈伟到访未遇，而怀疑侍女绿俏与自己的情人有私情，于是在一场盛怒的鞭打中，失手将绿俏活活打死。事后他将尸体埋在道观后院，不料却因苍蝇聚集于埋尸处而事迹败露，遭人告发。此案由京兆尹温章审理，鱼玄机被处以死刑，斩于长安东市。那年鱼玄机不过才26岁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唐代律法，主人杀死奴婢并非唯一死刑，因此鱼玄机的死历来也有官员挟私报复或政治斗争牺牲品等多种猜测，为这个故事更添了一层疑云。尽管他的人生以悲剧收场，鱼玄机的文学才华仍不容忽视。他与李野、薛涛、刘彩春并称为唐代4大女诗人。他的另一首诗《江陵愁望寄子安》真切地表达了对李益的思念与哀怨，亦流传很广。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繁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意思是，我站在江桥掩映的枫林之中，此时已是深秋的黄昏时分，却仍未见你的返影。思念你的心情，就像那西江的流水，日日从早到晚，无穷无尽地向东流去。后两句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曾被周星驰借用，成为电影《西游降魔篇》中段小姐对唐三藏的经典告白台词而广为人知。她的诗现存约50首，收录于《全唐诗》及南宋课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中。